赵大人，您你还记得这个吗？这是救你当晚从你身上取走的，就想有朝一日我们能以真面目相见时，把它物归原主。之前局势并不明朗，我不敢贸然与你相认。这些年，我向你隐藏身份，就是怕你的仇人发现我们的关系非同一般，影响你的复仇大计。但如今，我不能继续隐藏了，因为你已经走到了这一步。这次，我理应同你一起。恩公，请受我一拜。我们终于见面了。贞顺元年，我经户部员外郎，你父亲已是青天剑监正。那一年发生了一起工程贪腐案。我上表求皇上彻查此案，可此案牵涉众多的达官显贵，我被人构陷。当时只有你父亲在朝堂上主动站出来替我申辩。正因为他不惜遭受牵连，也要救我，最终我才仅仅贬官了事。当时我就发誓，此恩必当衔环结草以报。后来，我们常有书信往来。我远离京城，很多政事都是通过你父亲才有所了解，也因此在贬地治理有成。于征顺5年，回到京城，官复原职。征顺6年，你父亲要去东夏修建风扇台，从那之后，我们就再也没有见面了。但还是保持书信往来。3年后，我当时身处越州赈灾，突然接到了你父亲的密信。他想携全家离开京城隐居，恳求我接应。我本以为风扇台塌陷，快多已不在人世。没想到他还活着。
虽然他没有告诉我发生了什么，但字里行间流露出巨大的不安。我就彻夜赶路，可还是晚了一步。快家已是烧成一片火海。我能做的只有救下他的儿子，以图来日。我将你送到了清泉镇，为你制定了复仇大计，让星斗昭明教养你长大。谢谢师傅。这是我能为你父亲做的最后一件事。恩公，谢谢你。10年了，你终于出师了。接下来还有很多要做的事。首先要弄清楚石一平到底有没有问题。我这就差人去送拜帖，陪你去石府一探究竟。先生可算是告诉你了，真是把我给憋坏了。你去赵府拜访的时候啊，我就想跟你说了，别费劲了，那是你恩公。可是他呀，非说是为时尚早，把你叫到府上是为了提点提点你。那师傅，您现在可以告诉我，你们是如何与恩公相识的了吧？好，星斗那家伙呢，是先生被贬的时候认识的。还有钱，但是死板又古怪，触怒了官员，被人构陷，判了死罪。后来是先生出手救了他。我跟他不一样，我从小是孤儿，吃百家饭长大的。多亏先生收留了我，日后我才趟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。那六出师傅呢？六出的事儿我可不能乱说。总之呢，他也是受了先生之恩。你要是埋怨师傅一直瞒着你，也是应该的。但我想，只要感情是真的，有时候谎言未见得是坏事。师傅，您是我最信任的人。你也知道，在这世上，我敢托付性命去信任的人，没有几个了。还是那句话，活着比什么都重要。真没想到，童儿的父亲居然是你的恩公。童儿扮作八公子，原来是师承他爹。你这么说，没准还真是。现在你背后有皇上，又有赵大人相助，我相信复仇的那一天不会太远。现在事情还尚未明了，
不能掉以轻心。那你去石府可得谨慎一些，就算发现石阁老有什么问题，也千万不能轻举妄动。您放心，我会保护好自己。赵大人，二位大人请坐，我这就去请阁老。石大人，石阁老，哎，都是同朝为官，赵大人又与我同在内阁，何必多礼？臧大人，自你上任后，这是第一次来我家吧？想不到赵大人如此清流，你也能打上交道。自下官入朝以来，还没有来拜访过阁老，实在是下官的疏忽啊。臧海才任工部侍郎不久，我此番正是为了引荐而来，还望阁老多多提点他。赵大人自谦了。若论伯乐，这京城中，谁能比得上你？哎呦，我如今都是老头子了，再过些年，怕是要置世还乡了。户部管着钱袋子，这朝堂上少了我没什么，少了你，那可不行。哦，我敢不敢？石大人可千万别这样说，大庸可不能一日无阁老啊。哎呀，大庸除了皇上，哪有人是必不可少的呢？那庄卢隐战功赫赫，不也落个被亲生儿子手刃的结局？曹敬贤在朝堂上何等的威风啊，不也稀里糊涂的魂归九泉了吗？水满则溢，月盈则缺。为官者可不能忘了这个道理。阁老所言甚是。臧海啊，听说皇上赐了你断宁剑，让你协查曹敬贤死因。你今日来找我，莫非是怀疑到内阁了？内阁执掌票拟涉及诸多机密，你当真敢查？回石大人，下官现在还没有头绪，但皇命不可违。既然下官接了断宁剑，便会一查到底。哎呀，此案蹊跷得很。臧海只是想听听您的想法。
赵大人，你这伯乐的确当得好啊！藏海有如此心性，说不定将来真的可以为内阁所用。他还年轻，做事容易沉不住气，以后得常来，请阁老赐教，好好打磨打磨。后生可畏，我看你啊，是小瞧了人家。藏海，你放手查案，我自会帮你。多谢阁老相助。这个石阁老倒是十分坦然，竟然放手让我们去查内阁。他是想把你当做一柄刀，切入内阁中。石阁老就要动手收权了，但他不会明目张胆的去做这些事的。而我，恰好能成为他手里的刀，来巩固对内阁的掌控。我与他同朝为官多年，不知见过多少朝中大臣被他明里暗里的打压。之前你从青天剑递上去的那份名单，就是被他拿了去，大做文章。而曹敬贤的都尉司和内阁，这些年也是明争暗斗。可石一平在朝堂上对曹敬贤的态度，更是多变，时而针锋相对，时而又像是沆瀣一气。对了，恩公，我听闻石阁老是朝中出了名的爱画之人。方才我观察师傅前厅，的确挂满了价值不菲的画作，其中有几幅看着很眼熟，好像是前不久市面上还出现过的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想起了一件事。最近京城中字画的价格涨了近1倍，反而古董玉器倒跌了不少。看来这些高价收购字画的人，都去拜访石阁老了。既然字画是他的敲门砖，那今晚我想再去一次师傅，投其所好，送上画作，让他觉得我想与他亲近，降低他的戒心，再进一步试探此人。臧大人，这么晚了，可是有什么要紧事？白天拜访仓促，空手而来，此番特意带了名画2幅，请阁老提拔。大人，请随我来。西山秋色，林下鸣禽。这2幅画都是真迹呀，想不到臧大人也有此雅好。阁老真是见笑了。您是精通丹青之学，下官不过是附庸风雅。我仰慕您的书法，特此来求提拔1、2，叨扰了您的休息，还请见谅。臧大人深夜来访，恐怕不只是提拔那么简单吧？不瞒阁老，下官白天在您这儿看到那幅《玉刃山风光图》，画的是东夏名山，气势磅礴，甚是不凡，不禁心痒难耐，只求能再仔细观赏一番。人皆有心爱之物，就好像我
喜欢丹青，皇上喜欢木工。我这幅《玉刃山风光图》，并非什么传世之作，而你的这2幅画，都是我求之不得的宝贝。你倒是很会投人所好，但我看得出来，丹青之道，你并不喜欢。其他官员梦寐以求的加官进爵，也不是你的追求。你的心啊，不在这些事情上。下官只图为皇上分忧。但我有件事情想不通，不知阁老想要问什么？查案，按理是3法司的事情。你是工部侍郎，也不是都尉司的人，可皇上偏偏让你去查。难道你有什么我不知道的特殊之处？阁老，皇上信任下官，所以才让下官去查此案。就算皇上信任你，我也信不过你。短短1年时间，你就走到了现在的位置，当真是了不得呀！明日我就跟皇上说，把这差事交给我办，你就不用再操心了。若阁老真的能说服皇上，那下官自然听凭安排。难道说，皇上不只要查曹敬贤之死，还有其他的事情要你去做？那您觉得还有何事要查呢？老爷，你怎么了？老爷，老爷，哎呀，老爷，来人呐！老爷，陆岩，快抓住他！快去叫人！去啊！哎。陆岩，你为何要杀石一平？他骗了我义父的归西，让我们听命于他。事成之后，居然要害死我们。
该死，不过你更该死。曹敬贤临死时，让你们听信之人，就是石一平。藏海，我早该杀了你。若不是你害了义父，又怎会变成这样？抓刺客！快来人呐！抓刺客！可惜没能杀了你，义父燕儿来见你了。拦住他！藏大人，这府里头能藏东西的地方，都让人搜了一遍，可是什么都没找到啊！大人，你们到底要找什么呀？什么都没找到，就不能证明是他。这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无论如何，都得先向皇上禀告才是啊！宋公公，哎，此事事关重大，还请屏退左右。都下去，都下去。是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是朕的鬼玺。陛下，此物是从首府石一平家中找到。石一平是被曹敬贤的近侍陆焉所杀，陆焉畏罪自尽。从他口中得知，曹府厂卫都是被石一平给毒死的。没想到，这幕后之人竟是石一平。朕的首府，每天都惦记着朕的东西。朕当真是走了眼啊！陛下赐臣断宁剑，还帮我对付第3个仇人。现如今，这把宝剑也该交还给陛下了。
陛下，臣在十一嫔家中看到一幅画，想请您赐给臣。你相中了他们家的哪幅名画啊？倒不是什么名画，就是一幅画着冬夏山脉的风光图。一幅画又何妨？你拿去吧。谢陛下，臣告退。藏海，还好吗？没事儿，有香小姐照顾呢。这些年，压在心里的担子太重了，一醉方休也挺好的。他虽然才智过人，但毕竟还是年轻啊。是。你觉得他把鬼玺和铜鱼都交给皇上了吗？先生的意思是，若他全交了，我也没什么可忧心的。您是担心他瞒过了皇上？如果他真的留下了铜鱼，一定是像他爹一样，担心皇上有朝一日启用鬼玺，但这样做很危险啊！才睡下，怎么又起来了？喝了那么多酒，你要早些休息。我没醉。你怎么了？今天一切都那么顺利，我的最后一个仇人死了，还找到了鬼玺，但我心中总有挥之不去的疑虑。你在担心什么？为了找到第三人，我查了那么久。品京侯、曹敬贤，他们都将此人的身份藏得如此深。到了今天，我终于有机会可以直面他。可是他却突然就这么死在了我面前。如果第三人真的另有其人，他可以让陆烟用自己的性命来为我们演这样一出戏，还甘愿交出鬼玺和铜鱼，只是为了让我们相信石一平就是第三个人。若是这样，他的城府谋略远胜于曹敬贤和庄如隐。安朵，你跟我来。你仔细帮我看看。这画的确实是冬夏的玉刃山。师傅管家交代，这幅画是最近才挂上去的。这说明什么？石一平家中竟是大庸名家之作，他为何单单将这幅冬夏的画作挂在最醒目的地方？像是一开始就向我明示，它与鬼玺有关。难道是有人特意送了他此画，并想办法让他挂出，只为吸引我的注意？若真是如此，想必就是这个人指使陆烟将鬼玺和铜鱼藏进石府。布下这个局的人，才是我真正的仇人。但是铜鱼和鬼玺才是他最想要的东西，他就这么交出来，是为了什么？也许是为了我手里的那条铜鱼。原来如此。虽然两条铜鱼都在他手里，
但是只有3条聚齐才能开启鬼玺，缺一不可。你不要着急，先休息，我陪你一起想办法。只是我心中的这份疑虑，怎么也放不下。反正我哪儿也不会去，我就陪着你。等到一切尘埃落定了，我们就像之前说的那样，离开京城，云游四方。到时候，你想不信守承诺都不行。安徒，我想到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辞官。醒了。哎呀，哇，真香啊！哎，别！哎，着什么急呀？还没好呢。你待会儿拿回来，一会儿再说。行，那我帮忙烧火。哎，不，放。粥啊，讲究的是小火慢熬，你这一添火，那不得糊锅呀？行。来，先尝尝。谢师傅。哎呀，烫啊！好喝。这会儿胃里舒服了。如今你大仇得报，师傅想跟你聊聊。昨夜你又喝醉了，还没来得及。师傅，没事儿，都已经过去了。那你日后打算如何呀？自然是辞官离开京城。师傅，我都已经想好了，你、我、安徒，官封石雷。安徒想把冯六银器带上也可以，我们找一个地方，简简单单的过一辈子。当然，得是你们愿意的话。哎，那自然好啊。京城你了无牵挂，你又不想再继续当官，那咱离开京城便是了。我还想回一趟清泉镇，把这个消息告诉星斗师傅。也不知那家伙还在不在那儿了。哎呀，嘴上说了无牵挂，实际上是不想成为别人的牵挂。去了再说吧。差不多了。那我叫大家来吃饭，这件事儿也得跟他们说一声。好，那你去吧。哟，去了啊。去吧。陛下，赵大人到了。陛下，哎，秉文，朕叫你来是有件事想问问你。陛下且问，臣知无不言。起来说话。谢陛下。朕问你，石一平死了，
这个内阁首辅，你想不想做？臣多年在户部，未曾经手吏部事宜，难堪大人，还望陛下三思。可内阁总得有个首辅吧？你是朕的次辅，你不做谁能做？若不能为陛下分忧，亦是臣不忠。若陛下应允，臣愿暂代首辅之职，以待陛下择贤而任。好，暂代首辅也是首辅。往后内阁就你做主吧。臣必不负陛下所托。收敛眼泪的锋芒，掌心念着危险的渴望，惊涛笑里藏，惊雷无声响，城府深，深不过我目眶。阴谋是我护身的衣裳，阳谋是我纵横的刀枪，用隐忍的狂，稀释道德藏，也不黑，只因为我心滚烫。翻云是我，覆雨是我，人心的罗盘莫测，总会有人起起落落。盛夏是我，雨多是我，上夕阳如烈日赤裸，与君共高歌，芒种是我，袖手是我，天下是我，苍生